大家好，我是邱炳。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个建筑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在西北看到那个明长城？在这里呢，它称之为宝墙，就是里面有个古堡。其实你来到山西，到处都能看到古堡、古村落、古大院。而这个呢非常特殊，在这个古堡下面，以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下面呢，有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，相当于是地下长城，它总的长度10公里。这个数据是不是有点吓人？因为我们经常说，以前古代一个城墙啊，它都没有10公里，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古堡下面，却有这么长的地下暗道。那到底是谁所建？为什么会修建这样的地下暗道呢？我们就准备去探索一下，了解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景区了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堡门，也可以称之为城门。下面是由巨石堆砌，上面还有一个门楼，还有一个城砖。它上面呢还有个通道，就跟我们走的城墙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个是叫堡墙，大概有7、8米高，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防御性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堡门的城门，这里算是一个门洞，在这个洞上面呢，有一个龙头，象征着龙首。为什么会有龙呢？这个就跟这个古堡的来历有关。一种说法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16国，当时有人建立的。后面呢，到隋末，刘武周又发挥了这个功能，重新把这里修缮了一下。当时刘武周的身份就跟皇帝一样，所以就有一个龙头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下面呢是有9条红石砖铺成的道路，这个刚好象征着龙须、龙首、龙须。那大家猜想，是不是还有龙身？没错，从这个道路进去之后，里面那个南北对称的那个主巷道就是龙身。因为这里属于南堡门，还有个北堡门，相当于是坐北朝南的。看一下这个城门，这下面的石头，以前可能很多马车会往这里路过，所以说它这个城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。那到了这边就可以看到中间又是不一样的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是由3块砖组成的。那么其实早期修建这个古堡之后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它最早的时候是全部用鹅卵石铺成，到了清朝年间，堡中的居民出于和谐风水和兴盛文娱的考虑，就发挥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运入石材，将街道中央的青石板、鹅卵石挖起，铺设了3列平行的红色长石条，它就象征着龙脊、龙身这一块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看一下，一进来发现呢，我们这个在南堡门这里相当于是高处。然后，如果往北边走的话，一直是一个下坡，它这个是一个防水的作用，就是南高北低，如果下雨的话，水全部会流到北边出去的。还有一个作用呢是保护地道，因为整个这个下面呢长度有差不多10公里的地道，里面呢是四通八达的，你如果有水下去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这个古堡从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，是3面临崖。只有一处通往堡内，是我国现在较为保存完好的龙军事、居住、生产、兴校活动为一体的罕见古代的袖珍城堡。因为它这里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城市，里面的布局与天上的28星宿相对应，他们这个村的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由来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28星宿图，刚好整个张壁古堡里面对应的就是如此。张壁古堡这个名字就是根据28星宿中的张宿和毕宿组合而成，所以说当时建造这个古堡的时候，一定是请了专业的人来选址、来建造、来排列。村落里面现在保存的建筑大部分呢是明清时期的，它里面巷道也很多，同时在这个巷道呢是有内巷道、外巷道，还有内堡门、外堡门。就比方说把一个堡门关闭了，就变成独立世界了，因为它是有防御的，就跟我们经常说的内城、外城、皇城一样的道理。把某一个地方封闭了，就变成独立空间，敌人要进来又得发挥巨大的功夫。走在这样古堡里面，其实挺有回忆感的。这地方可能是很多人的回忆，特别是70、80岁的老人，他们从小在这古堡里面长大，有深深的回忆感、记忆感。你像我们走在这样的道路里面，其实就可以想象出以前马车还有那些马驮东西走起来的声音，这个就跟马帮驮运一样的。特别是在隋唐时期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繁华的。
这个地方最有看头的，就是埋入地下的地道、暗道。地道入口，这里有一个地道的模型图，大家来仔细看看，是不是很震撼？上面就是我们说的张壁古堡，而下面呢，就是埋藏在地下的暗道。你看，有些已经到了这个底部来了，确实很震撼呐。这个是一个模型图，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军事防御措施，有陷阱、疏散通道、马厩，还有人员居住的地方等等。你看它整个这个地道的线路图是不是四通八达？有进风口，还有出风口。走吧，下地道看看。哇，一走到这里很凉快呀。地道其实我们也走过很多次，特别是在陕西走过一次蒋介石修的那个防空洞。来这些地方最好是带个手电筒。你像它这个地道宽度基本上就是1米左右，听说有一些还没有1米宽，上面还有很多木梁保护着。这个是那个黄泥土里面修的地道，就跟窑洞一样的。它这里面有马厩，就是说军事防御措施，里面以前放马吗？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就这个地方以前是马厩，还有马槽，就马在这里吃东西的。当然现在用的这些木头是用来加固的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历史比较悠久，而且又是在黄土地上面修凿的。你如果说这里不写马槽，我们还真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个地下暗道据考证大概有1600多年了。你看，如果没有灯光，大家赶走吧，漆黑无比啊！而且这个地道明显感觉它是一直往地底下延伸的，就是有个坡度。这个看看是干嘛的？这里又是一个通道，里面呢整个是四通八达的。尽管说它这个地道是大概10公里，但是现在可供参观的可能就1000多米，其他的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出来。那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指挥所，因为它是一个军事防御地道嘛，那就是在这里指挥。那么当时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人员就在这里了。在这样黄土地上面挖出这样一个地道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它高度也就是1.8米左右，宽度1米。我现在把手电筒拿开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很黑？感觉一个人走还有点瘆得慌。这里面还挺冷的。立体三通，为什么会立体三通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一个通道，在上面呢是一个排风孔，应该是因为这些地方它肯定是要排风的。然后你看上面有很多这种缺口，那就是人应该是上升的。据说这些地道是连接着整个古堡里面的户人家的。这有些通道口是在壁柜、厨房、卧室，还有那个炕下面，包括井壁都有通道，四通八达的。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如果这个地方外面古堡抵挡不住，那么所有的村民，包括一些士兵，全部进入到那个地道里面。那这里还有一个陷阱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上面明显是有空的，那就不知道是在哪个房间。如果走空了，就掉下来了。到了这里就稍微宽敞一点，但是有一股浓浓的灰味，这里面空气感觉不太好。尽管说是能通风，但是灰尘的味道比较大。一开始我们在上面一点点不会，主要是这里全部是黄泥土，上面一开始还有点砖固定了。到了这边感觉就越来越黑了。如果突然一个人闯出来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出口方向，这边应该是又是一个通道。不过现在可能那个在维护中，这个通道不知道通向哪里，又要转弯了，又是出口方向。我在这个墙壁上发现很多名字，又是谁到此一游，这个真的有意思啊！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发现到此一游。我们往这边走，到了这边感觉有点不一样，它很多用砖固定了一下。想一想，在差不多1600年前就已经修建了这样的地道，而且保存到现在。古代的人了不起吧？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地下长城，10公里其实很长了，估计呢也挖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时是一个军事城堡，估计没日没夜的干，有些地方可能只能供1个人通过，
胖一点的人可能是通过不了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能参观的都是比较好走的，只是说开放了1/10。这里是窥探孔，完全是一个竖井形式的。就当时是不是有人可以爬上去啊？还真的有啊！你看，每个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缺口，就是人可以脚踩着上去。这样的话就能够出去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所以他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东西，防御的。然后下面估计还储存了很多生活物资，在里面能够生活很长一段时间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哇，好长啊！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行走，可能要走1公里。我们现在就没有灯光，行走一段时间，是不是很漆黑啊？我猜想以前的时候，这里还没有这么亮堂呢，因为现在是装了一些电灯。前面还有个将军窑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快到出口了，将军窑就是将军居住的地方，他在这里休息嘛。指挥的话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代将军他睡觉的窑洞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我们出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啊，找到一个山体来了，这是不是一个隐蔽的好地方啊？这还没到出口呢，还得继续往前走才能出去。继续走吧，快走完了应该是。反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关闭的门，就是不让大家继续参观的，可能是没开放的。我们也提醒大家来到这里不要去翻越，因为很有可能是会迷路的。你在这个里面迷路的话，没信号，那就麻烦了。其实这个地方算起来，古堡下面已经全部挖空了。我们刚开始说这个地方三面临崖，只有一条道路，那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黄土高原上的小山呢？也称得上是这一座山被挖空了。